大家好，2022年将成为王一博有望一举高飞的黄金元年。然而，所有变数都抓在他自己的手上。10年的老东家一博的伯乐公司，这个乐华娱乐将如何续约这个曾经吉星高照、帮助公司摆脱霉运的亲生儿子呢？这将是影响深远、异常头痛的来年的问题。杜华这个乐华娱乐的掌门人跟王一博形同母子。当年单纯的一博就是在这个干妈的目送下去了韩国，卸下行囊，挑起重担，并最终把几乎退圈的公司捞出了水火，而且还居然红透了半边天。所以10年一晃，母子依旧情深。然而资本的本性依旧会凌驾于即便长达10年的深厚的感情，这让原本多情重情的王一博同样也伤透了脑筋。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从来都不忘本的王一博在乐华的处境一直都比较尴尬。因为乐华有一个花名叫做人才火葬场。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正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能够体会得到他们身上所经历的各种不容易，并感同身受他们笑容背后的万千的付出。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解铃还须系铃人，乐华能够得到这个人才火葬场的江湖雅号，跟掌门人杜华实在是脱不了干系。这个跟赵丽颖同属80后的乐华大老板杜华，看人选人很有一套。根据他自己所说，他选练习生的时候总会带着少女心。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种见到有潜质、有未来的小男孩，就会产生出芳心大动的初恋的感觉。这种感觉注定也是一种异于常人的天赋异禀。当年王一博就是在这种慧眼识珠的超强特质加持下，才会被成功的发掘出来的。所以站在公司或者资本的角度，这种厉害的本事的确能够帮助乐华发掘出未来的巨星。然而它的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而且这种局限性不多不少，共有3个。其一就是会让杜华太过相信直觉，而这种直觉即便没错，也会让他兜弯子兜圈子，荒废了宝贵的时间。比方说杜华年少的时候就走过这种漫长的弯路。小时候的他疯狂着迷林青霞，因为当年林青霞的出道就是在路上被星探发现的。于是乎，为了成为林青霞第2，14岁的杜华就开始每天都在老家南昌路的繁华路段上走来走去，一走就走了整整3年。说实话，他的形象不差。然而当年的中国哪有星探的概念呢？他的直觉其实没错，就是未来的娱乐圈当中的确非常适合他的存在。然而因为太过相信直觉，这便让他在最为宝贵的学生时代跟老驴拉磨一样，空转了3年多的黄金时间。好在学霸就是学霸，他后来的努力让这些弯路都变成了直路，这是后话。其二就是让整个乐华公司陷入到了杜华一个人的单一审美当中去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离不开乐华伯乐的谆谆教导了，也就是那个国内韩流第1人的韩庚。当初孤家寡人的乐华公司如果没有碰上韩庚的话，除了亏损和破产，完全没有任何的退路和选项。作为首个韩国练习生出身的韩庚，就这样顺利的把一整套的韩流的理念、资源和技术都带给了乐华，灌输给了杜华，并一举成为了乐华的隐形老板。说到这儿，就必须提一提韩流和日流的区别了。因为
当您明白了韩流的一个秘密，就会彻底明白为什么杜华把乐华打造成为了业界出了名的人才火葬场。日流的造型模式在于养成，也就是利用一整套养成系统，建立起周全完善、目标长远的粉丝与爱豆之间的形成家人的亲密互动和心灵的牵绊。国内的三小只，也就是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就是这一整套日流模式所打造出来的超典型的成功典范、流量天团。他们与粉丝之间的亲密关系就远远超过了短平快出征的韩流模式了。当然，这种日流模式对于资本来说属于旷日持久的烧钱，相当的费时费力。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努力无比、潜力无穷的王一博真的非常需要进入这种模式。对比完日流，您或许也大致清楚了韩流是怎么一回事了。也就是说，韩流的造型模式是把感情放到了一边去了，完全属于养鸡养鸭那种的流水线式的工业化操作。每一个青春偶像的每一个打造动作都属于模块化的造星套路，因此模块化的偶像艺人可代替性极高，必须严重的依附资本方，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站在资本的立场，韩流的好处显而易见，也就是说，这些偶像其实都是可替代的零件，多了谁少了谁都不会影响到公司的整体运作。因此，避免强调艺人的独特性是乐华的灵魂招牌。说到这儿，您基本上理解乐华公司昵称的由来了吧？欢迎您在评论区中大力的留言，对这个人才火葬场的雅号发表您个人特色的感想，也欢迎您大开脑洞的有趣的高见。第三，重点来了，杜华本人虽然天生就有伯乐的天赋异禀和霸道的眼神，却因为韩流的深刻影响，并没有偶像养成的理念和心思。因此，按照杜华统一划一，甚至可以说是单一的人才审美和市场的思路，对于晋升为顶流的个人辨识度已经超高的王一博来说，已经明显格格不入了。必须承认，杜华当年慧眼识珠，是通过超强的天赋异禀发掘出了这个孩子。然而，当这个孩子独当一面成为顶流艺人的时候，杜华就彻底没辙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钱，因为投入和产出的计算太过庞大了。您或许不知道，扶持一个顶流艺人的成本通常很高，非常非常的高。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可以切身体会得到杜华身上的冷空气了。维持热度要买营销，发通稿，商业代言的档次必须得高，因此公司肯定会赚得少。打点电视台和媒体都需要钱，顶流配套的影视资源必须拉关系走关系才行。顶流拍戏需要闭关，更会让公司直接失掉商业收入。顶流的戏拍完了，播出去的话又需要发通稿买营销了。顶流被黑被踩的时候，需要团队下场协助，便更需要烧钱了。顶流的戏上画了，如果没有大卖大火的话，等于浪费了时间，更没有了收入。顶流出歌的话，买歌贵，拍 MV 更贵，短期的回报效益非常的低，等等等等。所以韩流模式下的乐华去发现新人，去赚取快钱是把好手。然而维护顶流艺人的成本，对于热衷快钱的资本而言，自然就显得几乎高不可攀，力不从心了。而且新人的热度大，容易掌控，流动性高，成本又低，所以可以随便被人黑被人踩。所以您就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每次顶流艺人王一博被人黑被人踩的时候，就像个没妈的孩子一样。因为他的待遇跟新人的待遇相比
其实没差别。10年前的乐华是个新人的摇篮，10年后的乐华是个旧人的火葬场。您觉得王一博合同约满之后应该何去何从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扔砖抛玉，各抒己见，为您所关心的王一博或者赵丽颖提供有爱有趣的参考意见。因为相比杜华这个当了10年的伯乐兼干妈，似乎正在发力经纪行业的云飞姐姐兼王炸 CP 赵丽颖，似乎会有更多贴心实用的江湖意见，给这个即将站在十字路口迎接下一个黄金10年的云飞弟弟王一博，您说对不？好了，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特别期待云飞夫妇合体，无论商业合体还是屏幕合体，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是宝贵的能量和陪伴，而这些能量和陪伴既可以为您自己带来疏解和快乐，也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喜爱的人。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宝贵的时间。